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今天讲剪映电脑版的基础操作。今天的内容不小心做的有点长，讲的有点多，主要是一些学员反映过的问题，常见的一些状况，我统整在这一集里面去做说明。片尾呢也做了几段剪辑示范，建议新手可以收藏、反复观看，绝对可以让你快速的上手。好。在剪辑之前呢，我们首先把一部完整的影片分成4个部分，好来看影像、画面、声音、音频、效果、文字。好，这4个部分呢，每一个人剪辑的先后顺序都有不同，有画面先处理的，有音乐先处理的，甚至于现在还有图文成片，文字先处理的，文字出来，影片就出来。那音乐版权不会过的，那我们就抽换音乐。不管你怎么处理，顺序如何，原则上，影片大概就是这4个东西去做组合，在你剪辑的前后，用这4个项目去检视，东西拿到手，先看有没有拍好，收音有没有收好，其他就是后置的问题，前期没有做好，后期很难救。用这4个项目随时检视自己的影片表现，是拍的问题、剪的问题，拍可能牵涉到预算、企划、文案、脚本、拍摄分镜。剪可能牵涉到脚本、拍摄素材，包含画面的音乐等等，剪辑软体、剪辑技巧、节奏感等等各方面，哪个地方弱，我们就加强哪个部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成长。好，剪映下载 ，Google 搜寻剪映电脑版或剪映专业版，来到官网即可下载 ，Windows 版本。Mac 版本都有，手机版本就是所谓的移动端，到移动端一样也可以直接做下载。好，下载完安装即可进入剪映。首先我们打开剪映专业版，我们来到的是初始界面，这是软体的初始界面，左上角可以使用抖音账号登录到剪映。台湾人要申请抖音账号，看运气。登录后可以享受云空间，让手机跟电脑的剪辑文件可以互通。另外，剪辑常用的功能也可以收藏在你的账号里面。这里是我们存放剪辑草稿的地方，剪辑的影片都存放在这里。点击草稿之后，即可打开我们的剪辑文件，也可以点击右边这边选择列表或是宫格，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草稿。右键滑鼠的右键点击草稿的3个小点，可以上传到云空间，重新命名、复制草稿以及删除。在初始界面的右上角，全局设置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版本，剪映更新改版的速度很快，点选版本号，检查更新，可以更新最新的版本以及近期更新的一些内容。然后点击最上方的全局设置。草稿可以统一设定存档的位置，这样你就不用每次导出到不同的位置，花时间在寻找档案。点击可以统一设定图片放入剪辑时间线的秒数，自由层级可以自由调整，让轨道最上方轨道的物件显示在画面上，我只要调整它的上下顺序就可以了。性能，电脑卡顿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打开代理模式，让电脑的负担更轻。我们点击开始创作，进入正式的剪辑。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整体的界面与功能介绍。剪映专业版的剪辑界面可以分为几个区域，分别是菜单栏、素材面板、播放器、功能面板和剪辑时间轴。面板大小可以拖动，我将滑鼠拖到每个区域的中间位置，就可以调整面板的大小。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素材面板。左上角的素材面板为媒体区，点击导入即可导入图片、影片、音乐等等素材，或是将素材直接拖移到媒体区。好，点击左侧，点击素材面板的左侧，可以使用云素材以及剪映强大的素材库，这里有许多的素材可以搜寻选择。点击上方其他的按钮，即可进入不同的工具与效果，包含音频、文字、滤镜、特效、素材包等等。播放器面板在素材面板的右边就是我们的播放器的区域，这里是我们剪辑的即时画面，
点击素材就是素材的播放画面，影片拖到时间轴就是白色剪辑线或称为播放头的画面。右上角3条横线，开启示波器，这是调色的时候使用。相关的内容可以观看我前面的调色教学。画质优先及性能优先，建议选择性能优先，让我们的剪辑更加的顺畅。出竞争画面相当于截图，左下角蓝色的时间为剪辑线播放头所在的时间点，白色的时间为影片的总时长。好，右下角框框加一个白圈可以放大显示画面，比例为影片导出的尺寸。在我们剪辑前，这是第一个要设定的步骤。例如 YouTube 的影片通常是16:9，TikTok 的影片是9:16。最右边是全萤幕按钮，可以让全萤幕预览整个剪辑画面。播放器也可以直接调整素材的尺寸大小。例如照片我想放大，在剪辑的时间轴上，将播放头移动到我要调整的那一张照片的上方，点选照片出现白框，滑鼠左键按住不放，自由调整位置。大小由4边的4个小白点拖拉即可放大缩小。播放器会出现辅助线，自动吸附对齐素材。在播放器中，无论是照片、影片、文字还是贴纸，任何素材都可以直观的调整，非常的便利。右手边功能面板，在播放器的右边是我们的功能面板，可以看见当前草稿的资讯。点击时间轴上面的素材，即可显示当前素材的相关参数。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调整相关的参数。当我们在时间轴中点击不同的素材时，例如点击图片、影片、文字、音频、贴纸等等，那么再去看右边的功能面板，它也会显现不同的参数可以供调整。剪辑线或是称为剪辑的时间轴，素材下拉至剪辑时间轴，就可以在时间线中显示，并且进行剪辑。点击素材右下角的加号键，也会加入到剪辑的时间线中。这条白色超长的竖线叫做播放头，我们滑鼠拖放播放头，或者是滑鼠的左键在时间轴上点击，即可在播放器中显示播放头所在的画面。最后，我们来到最上面的菜单栏。菜单栏的右上角有几个重要的功能。首先是导出，我整个剪辑完成之后，点导出即可存档到电脑里面，可以自己指定存档的位置。另外，要提高剪辑的效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快捷键设定。点击快捷键可以看到所有的快捷键的操作，里面也可以点击右上角，选择你熟悉的快捷键操作，或是自定义快捷键。好，以上是剪映专业版的基本界面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讲基础操作。首先，我们把电脑中的素材拖移到媒体区，滑鼠左键按住不放即可拖动，拖动到下面的剪辑时间线，这样我们就可以添加素材。时间线可以添加的素材很多，包含照片、影片、音乐、音效、文字、贴纸、贴图，上面的素材都可以靠拖动的方式直接拉到下面。好，可以拖动素材的前端、后端，调整素材的时长，保留我们需要的位置，或是点选刀片，在我们要切割的位置做切割。这里切割的位置是白色的播放头，不是黄色的预览线，所以一般我建议新手关闭黄色预览线，我们在剪辑上比较直观。如果你添加了多段的素材的话，可以透过长按的方式，点选你要的素材，出现白色框框，滑鼠左键长按不放，我就可以在上面做调整，可以调整素材之间的位置跟顺序等等。使用到贴纸，直接拖移到时间剪辑轴上；使用特效滤镜，可以拖移到时间剪辑轴上，作用在特效滤镜涵盖的时间范围，或是直接拖移到素材本身，只作用在单一的素材上面。拖移到素材本身，想要更改、删除、替换，需要点选该素材，在右上角的功能面板上最上方去做变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线的功能指令。这两个分别是撤销键及恢复键，不小心操作失误可以帮我们恢复上一步或下一步的动作。分割键，我们把播放头拖放到我们想要分割的地方，点击分割即可将素材一分为二。删除键，点击后即可删除素材。
定格键拖动播放头到某一帧，点击定格将这一帧转换为图片，可以自由的调整图片的时长。点选播放键可以将影片倒放，仅适用在影片上面。镜像旋转裁切，用于快速处理素材的画面或是尺寸。智能剪口播，快速的针对口播类的影片去除不必要的画面，比如停顿、语助词、赘词等等。这个经营自媒体超级强大的功能。录音，当你的电脑上有录音设备，或是有笔电可以直接录音，开启即可直接录音到影片上。主轨磁吸，在主轨道上自动靠左吸附。有学员跟我讲说，打开主轨磁吸没有吸，因为它放在副轨道，只有第一条轨道的磁吸是这个主轨道的部分，自动吸附。A 照片、B 照片在第二轨道、第三轨道自动吸附的情况之下，两者靠近，它就会自动吸附。没有自动吸附呢，画面产生空隙，会有一闪而过的黑影。联动开启之后，字幕、贴图、特效会跟着主轨道的素材移动。没有开启，素材会保留在原地。动到主轨道时，就要另外再调整字幕、贴图、特效。当然可以依照需求调整这3样。那我对新手的建议是，开启这3个。关闭预览轴，你在操作上面较为简便直观。最右边可以调整轨道的大小，方便我们更好的操作素材。剪辑轨道，在剪辑上，我们的轨道分成2种，一种是所谓的主轨道，一种叫副轨道。副轨道又称为 B-roll 或是画中画，或者称为叠加轨道。如果一个草稿当中有多个影片轨道，那么上层的轨道就会压在下层轨道的上面。这是剪映轨道的基本逻辑，就像翻书一样，我们只会看到最上面的一页，除非你有做什么样的设计，比如裁切、裁剪，或是挖洞等等，我们才会看到第2页。在蒙版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再做说明，或是参考一下我们之前手机版的蒙版说明。好，素材拖移至媒体库，再拖移至时间线。轨道的左侧钮，第一个上锁住轨道。无法移动，适用于已经完成的固定片段。第2个眼睛，暂时隐藏画面，但是素材没有删除，方便我们观察其他轨道。第3个喇叭，单独控制某个轨道是否静音。在轨道上面的素材，我们点击滑鼠的右键，有几个重要的功能，我们来挑一些重点的功能来讲解一下。第1个，智能镜头分割，导入一段影片，点选智能镜头分割，它就帮我们分割所有的镜头，这功能尤其是做影视剪辑类的特别好用，也可以快速的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分镜头的素材。停用片段，当我们选择一段素材，右键点击停用片段后，这些素材在轨道上会变成灰色，同时在播放器中不会被显示，而是暂时被停用掉。不过这个素材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隐藏掉它的功能，可以再次点击右键重新启动片段。创建组合。当我们同时选择多个素材的时候，右键点击创建组合，那么它们就会被链接在一起，把它们捆绑起来。只要我们拖动其中的一项素材，由于组合捆绑的关系，其他素材也会跟着移动。同样的，如果说你需要裁剪跟动素材的话，右键点击解除组合即可。新建复合片段，这个功能跟创建组合有点类似。当我们同时选择多段素材的时候，右键点击新建复合片段，那么它们就会连接在一起，变成一个全新的片段。一样，如果你不需要这效果的话，右键点击解除复合片段即可。时间区域，当我们只想导出其中的一小段的时候，我们点击时间区域，选择入点跟出点，这边必须要使用快捷键 I 跟 O，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定我们需要的区段，即可单独的导出这个片段。这边特别提一下，在剪辑上尽量熟悉使用快捷键，可以让我们在剪辑上面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比如分割，滑鼠到右边放大轨道，拖拉播放头到指定的位置，再到左边点分割。假设这个动作前后花5秒，我用快捷键1秒就可以完成，这样我就节省了4秒。这只是一个分割的动作，整部影片剪辑会有很多反复的动作，使用快捷键在剪辑上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建议新手习惯去用快捷键。另外，我们在剪辑时会导入多个素材，
依照需求调整时间、节奏长短。理论上，景别越大，时间越长。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不清楚你可以看上一集。因为大景别画面的资讯量较高，所以需要的秒数较长。特写镜头画面的资讯量较少，所以秒数较短。合理的秒数是多少，完全取决于你本身的影片节奏。我给年轻人看的节奏一定是比较快的，我给年长者的节奏就不能太快。开心的时候节奏会快，难过的时候节奏会慢。动感的音乐节奏快，抒情的小品节奏慢。画面里面的动态变化多，时间就会长一点，让人家看清楚这些画面里面做了什么样的动态。画面里面的动态变化少，时间就会短一点。影片的长短、快慢、节奏、氛围都是一门学问。有机会我们再多聊聊这部分。有兴趣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大家一起做交流学习。好，以下是4种影片的剪辑示范。第一种，口播类的影片。点开始创作，进入剪辑的页面，左上角媒体选择导入素材，将我们需要用的影片导入。这是一段有讲话的影片，拉到下面的时间线，点选右键，选择智能剪口播。好，让它做分析。它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语助词或是停顿等等，全部都已经帮我们筛选出来了。可以从右上角看到整体的内容，右下角创建复合片段，确认删除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片段，帮我们删除掉中间停顿卡词。这个地方为了方便我做剪辑的，我们先导入文字，点选文本，选择智能字幕，选择辨识字幕。现在所有的文字都已经上完了。目前上面出现的都是简体中文，简体中文变成繁体中文很简单，选择右上角导出，这边我们其他东西都先不要输出，我的文字的部分我输出 TXT 储存，调出刚才的文件，选择里面的文字 Ctrl+C 选择复制。另外我开启 Word 文件夹，将文字 Ctrl+V 做贴上的动作，贴完之后我们点选选择上面的校阅，选择上面的简体转繁体，这样我所有的文字直接由简体变成繁体。一样，我们选择 Ctrl+A、Ctrl+C，Ctrl+A 是全选 ，Ctrl+C 是复制。回到剪映，点选右边的文稿匹配，点选同时清空已有字幕，点选文稿匹配，开始匹配。Ctrl+V 贴上我们的文字，点开始匹配。目前我们的字体是不是就变成繁体中文？我们拖移字体旁边的4个小点。4个小白点，我就可以放大缩小字体。我点选文字，选择上面的字体，我可以调整我需要的字体。在字体里面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蓝的，这个不是 VIP， 这个是可商用，代表这个字体它本身是可以做商用，可以从可商用的字体当中去选择你喜欢的字体去做使用。可以调整文字整体的颜色、花样、纹路、字体的边框、描边、大小、背景跟发光的效果，一些阴影、气泡、花字。当我在调整每一行字的时候，点选左上角这个，当它呈现蓝色的，我调整一个，全部都会变。当我这个勾打掉的时候，比方说我现在选择这个字，我把它单纯这一个字体，我把它做一个放大的动作，其他字体还是一样的大小。当我把这个勾打开的时候，所有字体就会变得跟它一模一样，全部都放大。好，那这个是上面的这个蓝勾勾很重要的地方。我要编辑字体的时候，点选字幕，我可以直接到这个行距里面，批量管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字最多的那一行，将你的滑鼠移到你要切断的地方，到这里，然后选择 Enter 键，它就会自动切成2行。那如果我要把它切回来，我只要点到最前面这里，让我的指标跑到最前面。这时候我按删除键，它就往回跑，2句就并成1句。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批量调整的时候很好操作的一个界面。动画有关于文字的入场、出场，我要让文字有一些变化，我可以选择动画里面的一些效果。左上角 VIP 不要用到，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有用到的，这个是要另外付费的。朗读字的部分，我想要让它另外用朗读的部分去做配音。配音完之后呢，我可以针对声音的部分，另外再去做变声或是做其他的调整。比方说下面我点选影片，影片本身有声音，所以我这里选择音频，下面就有一个变声的指令，我可以让它的声音变成其他的声音。
贴纸的部分，我按照画面的需求，我可以加入不同的这个贴纸。那一样，在左上角有 VIP 就是要付费的，所以尽量不要去使用到 VIP 的部分，除非你就觉得那效果很棒，我要买它。那里面的效果非常的多，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按照画面的属性，可以调用不同的贴纸来做使用。第一个先点一下代表下载，这些下载完的东西呢，都会存放在我们的缓冲资料夹里面。如果我的这个简易电脑版本身跑到有点卡顿的情况，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缓冲的处理。缓冲的部分我们怎么做处理？好，我回到最前面的界面，点选右上角，点选全局设置，草稿这里的缓冲，那这些都是我们下载下来的一些文件档。我删除之后呢，整个缓冲就会删除了。那相对的，我整个缓冲删除之后，我每一次我要下载什么样的内容，我就要重新再下载。好，那这个是所谓缓冲资料夹，主要就是像贴纸啦、特效啦、转场啦、滤镜啦，等等这些效果的下载，它会存放在我们的缓冲资料夹里面。所以贴纸、特效针对画面的效果，我可以添加特效的部分，我直接拖曳拉下来，就可以让画面产生相对的效果。转场针对 A 片段、B 片段两者之间去做一个转场的变换，由这个转场里面，我们可以点选自己需要的效果，一样啊，左上角的 VIP 要付费的。来，滤镜，针对画面的效果，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色调，我可以从滤镜里面去选择，整个色调调整完之后，画面就会呈现另外一种风格。从手工的改成半自动，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调。如果你想要自己去做调整的，你可以点选调节，这里可以自定义改成，你可以自定义调节去调整它。你也可以选择别人用好的。那对于这一部分想要更了解的，也可以去看我调色的那一节的内容。好，模板我直接套用别人已经做好的这些制式的模板来做一个使用。那模板跟素材包里面都有很多很便利的，针对新手的部分可以直接去做一个使用的一些素材，一样 VIP， 我们就是只要用到 VIP 就 OK 了。好，所以模板跟素材包都可以让我们很快速大量的去使用一些效果。那我们影片完成之后，我们只要点选右上角选择导出，那上面第一个视频导出的部分，你要输出的部分你要把它打勾，视频导出。导出我可以设定分辨率、尺寸，那一般我们上面既有的，我们直接做一个设定。音频的部分，我可以针对音乐、声音另外去做导出，那我这边不用。字幕的部分，我可以导出 TXT 跟 SRT。SRT 主要是像我们在经营 YouTube 频道，我要上传字幕 SRT 档，我就直接从这边输出字幕导出 SRT 档。最上面这里可以输出我的档名，决定我的档名。直接点导出，这样我们就完成一段口播类的影片的制作。第二种一般的短片，刚才是我们第一种口播类影片的剪辑，接下来要剪辑的第二种影片是属于生活影片类的。那我们这边先导入一些素材，在剪辑上面呢，我们会习惯先从音乐的部分先做下手，我们选择音频，选择音频提取。选择导入，有鉴于我们的版权问题，所以音乐的部分呢，我们会到 YouTube 的音乐库里面来取。好 ，YouTube 的音乐库是这样，点击 YouTube， 来到 YouTube 的界面，点击你的头像，选择 YouTube 工作室。到 YouTube 工作室之后，选择左下角音乐库，在这里就有各种类型的音乐，可以去做选择。好，选择合适的音乐。好酷哦！好来，在音乐的使用上面，橘色的那这种画面通常会代表它的音量会产生过爆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把音量的部分做一个调降。到这里，我把音乐做一个裁断的动作。音乐突然剪断，感觉会很怪，所以我们用一个微微的一个淡出，让音乐后面是慢慢收掉的。只要这个画面放上来啊，搭配上这个音乐，什么画面都会觉得好像有点悬疑。我把影片的声音先把它拿掉。好，我们再听一次。整个感觉就变得好像有点诡异的气氛。来，我们放上不同的音乐，
好，放上第二段音乐。音乐衔接的部分，我们会用前面这里做一个淡出，后面这一个我们就会做一个淡入，让他们去做一个衔接。我们把它放大，然后做一个交叉，一样音量不要出现橘色的哦，会有过曝。我把第二个画面放进来，好，一样把画面的音乐拿掉。我们来听一下这两段音乐产生的感觉。是第二段音乐出来的时候，整个气氛氛围完全不一样。来，我们再来听第三段音乐。第三段音乐里面哦，它刚好有一个咚这个声音产生一个变化。我们把那一段找出来，这里音乐是不是有一个咚之后声音就下来？我们在这里把它做一个裁断的动作。尾音的部分做一个处理，看它是不是接近于零，它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些变换。对，这个音效很适合来做一些变换。好，那我把这个音效留下来，作为我们转场的音乐。好，来，在这里我音乐让它做一个衔接的部分，点选右边这个小白点，我一样可以做淡入淡出的效果。我也可以从上面去设定淡入淡出。先把音乐的部分做一个剪辑。好，我后面没有尾音了，可是我又想要让它有长一点的尾音，选择 Ctrl+C、Ctrl+V 复制一模一样的音乐，然后我要放在它的尾音的位置，前面不要太大声。所以我前面这里我选择淡入，因为尾音拉长一点，然后选择淡出，强化我们的结尾。因为这个音乐它起的速度有点快，我的动画在前面让它有一点点的冲击，有一点点的变化，这样效果是不是更好？在这里的时候，音乐变成什么？比较和缓，所以我选择一个慢入的，然后动画时长拉长。后面这一段要结束了，我选择动画，选择出场，选择渐影，让画面里面慢慢的暗掉。我的音乐是比较慢的，所以我的秒数我就会拉比较长，让它慢慢的暗掉，加上一句话来衬托这个画面。好，文字的部分呢，我需要让文字是慢慢的出现，而且由大缩到小。点选文字，选择动画，选择入场动画，选择渐显，让文字慢慢的出现。渐显这里我们抓大概1秒左右，让效果看得出来。好，那我在文字的部分，我希望它可以由大慢慢的缩小。那我们的动画一次只能使用一个，我们做所谓的关键帧的设定。我在前面的地方打上关键帧，在位置大小这个地方全部打上关键帧，然后在我文字拉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的，再打上关键帧。来，前面这个关键帧我把它放大，这样我就得到一个由大到小的一个关键帧文字的变化。我们看一下。好 ，OK， 这个也是我们常做的短片的一类，直接导出。好，第三种图文成片。我们首先点选图文成片，点击图文成片，在下方这位置将我们复制的文字
将我们的文字全选 Ctrl C 贴上 Ctrl V， 标题是为了方便我们后面要找这个草稿。选择完毕之后，点选下面选择你所需要的声音，可以点击右边来试听这个声音。在使用的时候不要使用到 VIP 的部分它是要做付费的。那假设我这边选择台湾男生，点选生成视频，好，让它跑一下。图文层面自动生存完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剪辑的画面哦。那通常呢，在图文成片里面的这些音乐，普遍在 YouTube 上面的版权是不会过的，所以我们音乐的部分可以直接先做删除的动作。好，那我们整体播放一下。例如使用编辑软件。好，来，这里它有一个小缺失，就是它的声音没有生成。那我们这边删除掉之后，点击它，选择右上角的朗读，选到刚才的声音，我刚才是选台湾男生，所以我这边再找到台湾男生去做生成。手机剪辑需要掌握一些专业技巧和知识。好，那点击之后呢，从右下角点击开始朗读，这样声音就出来了。手机剪辑需要掌握一些专业技巧和知识。好，甚至于你的文字要重新做修改，你也可以把文字内容重新修改完之后，然后再重新从右上角这里点选朗读，改变它的内容、技巧和知识，例如使用编辑软件。OK， 针对这个图文成片里面，如果有一些画面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先导入素材。好，假设以这一张来讲，学习进度，我想要找其他的素材来做替代。好，我直接将文件导入之后呢，滑鼠左键点选我要的这个素材，拉到相对的位置，主轨道上面的这一张呈现黑色的状态，滑鼠左键再放开，它就会出现这个替换片段，点击替换片段。好，这样我素材我就换过来了。甚至于像这种素材的部分，它可能秒数是比较长的，你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切割的动作，点选片段，选择左边的分割。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使用快捷键，我使用的快捷键是用 Premiere 的快捷键，这边是使用 Ctrl K。好，那我就在这个切点的位置点击出现白框之后，选择快捷键 Ctrl K， 做一个切断的动作。后面这个素材我一样把它替换掉，这边随意替换。来，当它出现黑色的，滑鼠左键再放开，替换素材，点选左键替换，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替换素材的部分。好，那音乐的部分呢，我音频提取导入我需要的音乐，从当中去选择我需要的音乐，这些都是我从 YouTube 上面已经下载下来的音乐。好，然后调整一下音乐的部分。好，整个完成之后，我们点选右上角导出，选择你要存放的资料夹的位置，选择你要输出的分辨率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字幕导出，点导出。好，当我们导出完之后，它会出现这个左边有发布，然后右边有关闭。这个发布是发布在大陆的抖音平台，以及西瓜视频，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账号，你直接点选关闭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图文成片的影片，这样就完成了。第4种，借用模板。我们讲一下借用模板。我们影片做出来，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场，或是一个好的片尾，不管是片头还是片尾，我们总是自己做就太辛苦，所以我们最快的方式，我们是直接借用模板。那在模板里面呢，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用？我们的做法呢，我可以从模板里面去挑选想要的开头，直接选择一片头。比例我选择横屏，我这边随意选择一个片头，一样我们选择模板之后呢，它直接跳到我们的剪辑的画面。那这边唯一可以更改的就是我们的文本的部分，在这里它有输入文字4个选项。假设我可能是某某公司，通常呢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现在改的这个文字的样式或是图样不是那么喜欢，我的做法呢，我就直接把它杠掉了。因为如果我要解除它的草稿另外部分，所以我的做法是我直接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杠掉。那这样子它就有文字了，它没有文字对不对？我直接先点完成，直接导出我的素材。它的音乐的部分没关系，音乐我们等一下一起做处理。好，我先导出素材，关闭，点开始创作，导入我刚才的素材，再导入我其他的影片。
由于前面这支影片它的音乐有可能版权是不会过的，所以呢，我的做法是先把音乐处理掉，导入我刚才的影片，我后面的文字是没有出来，所以我可以自动在后面这里加入文本，加入我要做的文字，从右上角打入我需要的文字，随意打几个字，我把这文字加到我要的位置，调整文字的样式，选择文字的动画。在这里啊，很多的新手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会用到所谓的 VIP。那剪映它本身是完全免费的，除非你使用到这个 VIP 的效果。左上角 VIP。那使用到 VIP 的效果的话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在导出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付费。我先把这一支影片整体先把它做完了，选择渐显。好，没关系，我这边随便选一个动画效果，然后看一下。前面的音乐已经被我整个删除掉了，整个把它调成为静音，所以我前面这里呢，我需要再导入音乐，选择一段合适的音乐，让音乐做一个调整。然后我们看一下，好，这里是不是感觉音乐很跳，感觉很突兀？我们添加一个转场效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是不是很快速而且简短的，我就拿到一个不错的开头？音乐呢，尽量找到一个合适的，调好它们的位置。以这个影片来讲，它的高潮点应该是出现之后，后面这里有一个快速的音效，选择光速的一个相对应合理的一个音效，画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把音效的部分拉小声一点点，就是整个感觉不一样。在这里，我们让字体在后面的部分慢慢的变淡，所以我选择动画，选择出场，选择渐影。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关键帧，那我这边直接选择渐影就好了，直接放大来看。好，来，在它的光线汇集的地方，我们再找到一个音效。这里是不是所有的光线汇集在一起，有一个爆发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地方加上一个爆炸，声音调小一点，不要有爆音。我们把它的原有的声音用完之后呢，我们另外再增加其他的音效进来。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将这个模板的音乐重新 mute 掉，因为它原有的音乐音效有可能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本身的音乐配乐可能在版权上不会过，所以我们会另外去做一个处理。好，那这个是模板的制作的部分。好，另外如果我们使用到了一些音效或是动画，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如果我们使用到一些音效或是特效啊、滤镜啊、动画啊等等，使用到所谓的 VIP 的时候，我们在导出，点右上角导出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使用到会员权益这个项目，使用到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在下面这里，告诉你要开通会员才有办法导出。那这时候我不想要用的时候，但是我又找不到我到底用到了哪些东西。来，我们点选取消，选择右上角的 VIP， 点下去，它直接告诉我们会员权益使用到什么样的东西，在下面这里有没有炸开这个特效？它的秒数呢10秒的位置，所以我直接点选这里，它就直接告诉我后面的特效我用到了 VIP 的效果，所以在这里我直接点选动画，有没有？它就直接把哪一个用到哪一个东西，效果就标出来了。好，那我用其他的看看。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去选择我们需要的效果，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正常去做一个导出的部分哦。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如何使用模板来快速的让我们的影片更加的丰富。你有什么信仰？信仰让你在寻求祝福和平静时，给予支持和勇气。
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它，以正向的方式改变世界，追求爱、和平与希望。以上就是今天剪映电脑版的基础操作。另外，针对蒙版、关键帧、智能抠像，或是像音乐音效的组接、组合跟使用等等，其他比较进阶的内容，我们会另外再做一集去做说明。有兴趣的可以追踪订阅。对于影片剪辑这件事本身，还是要看你的需求。剪映是很强大的免费剪辑软体，不仅用在个人的影片创作、社群媒体分享、经营自媒体，甚至于一些商业影片的制作上，都发挥一定的作用。毕竟一部影片最重要的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故事、情感或是讯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些都可以透过剪映来呈现出来。所以不管你是刚入门的新手，还是有几年经验的剪辑师，剪映都是一个值得你去尝试的免费剪辑软体。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在创作的过程中享受到剪辑的乐趣，并且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影片、自己的作品。如果你有作品需要我帮忙看一下，大家一起做讨论的，你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我的 IG 在上面。甚至你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发问的，都可以私讯我。谢谢大家。